有一个知识点，就是三庭五眼，它对一个人的气质和形象面相有很大的關係。你像有的时候我們可能會做一種眼距相對較近的，還有所謂的高級臉，就是眼距相對較寬，大於1.2或者1.5左右。這個我們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，後面自己去調。那麼現在來說眼睛，插入一個球體，複製一個。那麼這就是最原始的眼睛，但是這有一個問題呢，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死魚眼，它的眼角是一樣高，眼皮的厚度也是一樣。那麼一個基礎的規律呢，是眼睛它是有一個傾斜度的，這樣傾斜的。就是說我們在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上眼皮兒要比下眼皮兒長，眼球的位置也是這樣的。為了方便理解，我把它做的簡易一點，合併一下。在做的時候，我們要先明確一下眼角的高低。內眼角、外眼角，然後內眼角再從俯視或者頂視看的時候，它會高於外眼角。直觀點說的話是這樣的，內眼角、外眼角。那我們在塑造眼睛的時候，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要讓上眼皮兒壓着下眼皮兒。下眼皮的這裡有一個受光面，是靠近內眼角的地方窄，逐漸到這個地方變寬。然後再一個小面轉下來，
這地方是淚腺。然后像双眼皮的话，有的这裡轉出來，它也是有體積的。上面接到眉弓，這個地方連的是鼻子了，山根。一般這裡會有一個分2个面，我做明顯一點，這是一個，這是一個。轉過來到眉弓骨，可以做眉毛，但是一般做手辦的話是不需要做眉毛的，因為做了眉毛會影響塗裝師的塗裝。眉毛是很容易表達一個人的情緒的。那麼我們在做差不多了以後，要從頂視圖看一下這個眼皮兒，它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弧形、圓弧形。在做女孩的話，这些結構都會相對來說弱一些。但是我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，還是要稍微考慮一下、考究一下，然後再去弱化這些結構，就不會讓你的作品太平。比如說做到這兒的時候，有個眉梢會有稍稍往上翹。眼球看效果的時候呢，可以挖在中間這地方挖個深點兒，做眼球的效果，形成一個暗色區域。一般來說，正常的話是一半。
然後在做眼睛的高光的時候呢，就加一點